这绝对是荒野求生界的天花板。乘坐的船是用香茅甘草打造的全球限量版私人豪华游艇，航行在蔚蓝的大海之上，鱼儿见了都羡慕不已。喝的美酒是用纯天然的接骨木浆果酿造而成的庆功酒，口感清冽甘甜，味道清香纯正。住的房那就更是了不得了，竟是纯手工土砖搭建的山间灵动小别野，怕是霍比特人看了都流泪，海德堡人见了都心碎啊！用香茅甘草打造的荒野独行舟，你敢坐吗？深知生活不仅仅是活着，还有诗和远方的阿德，为了体验海上钓鱼的惬意，尽力用香茅甘草打造了一艘超豪华独行舟，而且就连船桨都是全球限量版，仅此一支。在一番的陆地防海航行操练之后，阿德颇为满意地将独行舟船桨放置好。就此，这艘长达3.3米、重36公斤，由荒野造船大师阿德采集9528根香茅甘草，历经3天打造而成的独行舟便完活了。如果要说这艘船最大的特点的话，那自然而然就是一个快。当然不是沉得快，而是翻船翻得快。这般浪里追船，可谓是人在前面飞，魂在后面追，追得到一身水，追不好一河灰啊。同时也让阿德明白了什么叫做盐水环保和海水自由。最终靠着33岁便有着的30年的帆船经验，阿德的老船票还是成功的登上了这艘小破船，手握限量版船桨，航行在这片蔚蓝的大海之上，累了便晒个日光浴，简直是惬意无比啊！甚至阿德还打造了根岛刺鱼竿，想要实现了一把荒野海钓。可惜天不遂人愿，空军已然成为了家常便饭。当然，打造豪华游艇，畅游蔚蓝之海，这已经是阿德人生的一大幸事了。为了庆祝此事，阿德甚至在数天之前便开始大量的收集山间野生的接骨木浆果，为自己酿上一坛庆功酒。前几日在荒野别墅中，阿德将采摘到的接骨木浆果纷纷捣碎，随后将其装入到烧制的砂锅中去，再辅以38度的山泉水进行充分的浸泡，在加盖密封保存的3天之中还定期进行搅拌。直至今日，成为航海王的男人的他，在别墅中亲自为自己斟了一碗庆功酒，将接骨木浆果过滤之后，一碗带有环保色的庆功酒就此诞生。入口清香纯正，酒劲柔和，虽略带微苦，但回味却是极其的甘甜，像极了阿德这3年的人生。那么这3年阿德到底是如何过来的呢？比1坤年还要久半年之前，失去了爱情的阿德决定远离城市的喧嚣，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荒野之旅。饿了就来上一颗卡哇伊能量果，渴了就喝上一口82年的自来水。短暂的吃喝之后，阿德必须立马赶路，找到一处合适的庇护所，否则夜间不仅有可能遭遇野兽，低温天气也不是光靠一身腱子肉就能抵抗得了的。幸运的是，阿德在太阳落山时找到了一处能挡风遮雨的岩石洞，稍作一番清理之后，阿德又在搜寻柴火的时候，还意外地发现了一处水源。嘬了嘬手指上的水后，阿德尝到了一股带着蛋白质的盐水味。好家伙，这怕不是被什么动物给标记了吧？喝坏了肚子没事，但是那味道受不了啊！阿德收集了不少较为柔软的树皮，长条的松树皮用来做床垫可是不错的。接着他又在附近找了很多枯树干，围着庇护所建立了一道防御。眼见着天就黑了下来，阿德得抓紧时间把火升起来。夜间之火不仅温暖，还能抵御野兽。阿德的荒野求生经验还是极其不错的，噗呲噗呲就钻出了火星。有了火的庇护，今晚将不再黑暗。消耗不少查克拉的阿德又掏出了一块食物，这种用榛子粉末做成的饼干不仅香甜还抗饿。不过阿德也没有几块了，还得省着吃。次日清晨，阿德从寒冷中醒来，即便是有着火堆也是很冷的。阿德赶紧的给快断气的火添了点柴火，在稍微运动下，不让身体活动起来，增加自身的发热，抵抗严寒。小心翼翼地吃几口榛子饼干之后，阿德来到新发现的小溪处洗了一把大饼脸。接下来他沿着小溪向着溪流下游继续赶路，看着这里水流可是活水，想必用来饮用应该没问题。不过阿德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准备把水烧开。对于钻木取火1级棒的阿德来说，分分钟就生个火，那可比夜间打摆子用的时间短不少。地面挖出土坑，再加上挡上石头，不仅可以有效的防风，还可以集中热量。木柴可持续烧10多分钟，能够产生大量的热量，足够煮上一锅沸水来了。这个早年制作的陶土罐看起来不美观，却是非常的实用。吸水再加热到90摄氏度，并持续3分钟以上，可以杀死95%以上的水中微生物。不少微生物导致的疾病是野外生存中致死率最高的存在，所以一般不清楚的水源，阿德都会坚持将水煮沸，稍微放温后再饮用的。这些小片的风干牛肉是阿德身上为数不多的食物中能够补充蛋白质和脂肪的存在。如果在荒野中缺乏一定量的补充，将会大大降低身体的能量水平。装取足够的淡水后，阿德就出发了。毕竟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远处的山地是下一个目的地，天黑之前必须到达那里，寻找新的庇护所。此时距离太阳落山只有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阿德决定在此住下，还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进行。这处被石头分割出来的空间可以被迅速的改造成简易的庇护所，地面上的沙土屑能够让阿德躺下时有一定的舒适度，而在开口处建造一堵围墙的话，不仅防风和聚热，
还能抵御野兽。四周这些枯死的杜松树拿来充当木柴非常好用的，没有任何现代化的铁制工具，阿德只能用磨尖的木桩夯入地面，其中4根木桩将作为墙面立柱，剩下的小木棍些则是放置于立柱中间。这围墙不用太过牢固，主要起到一个遮挡的作用即可。最后再用石块挡住围墙的侧面，可以降低燃烧火堆的热量损失。而用于生火和铺垫在身体的杜松树皮，还必须要在天黑之前采集完毕。活着的杜松树，其表皮却是完全干枯的，可见这片区域是比较缺水的。想要在这里荒野求生，难度可是不小。这个夜晚，阿德只能躺在这一堆的树皮上度过了。燃烧的火堆给阿德提供了不少的温暖，而明亮的星空则是给他带去了宁静的美。这点榛子棒是阿德今晚唯一的食物。阿德细嚼慢咽着，尝试让每一粒粮食都充分来缓解饥饿。深夜，阿德开始准备入睡，让身体得到足够的休息。一只脚放在火堆旁，一只脚用缠腰布包裹住，这能够尽量的保持双脚的温暖，从而提升睡眠的质量。黎明的光辉逐渐照亮山谷，一整块鹿皮制作的手工裤，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饥饿和寒冷让阿德不得不赶紧去周围寻找暖身的材料，向山腰方向行进将是最正确的选择。那里有很多灌木丛，看起来似乎还有果实的存在。这是一种叫做尖叶曼萨尼塔的夏季结果的植物，不但拥有美味的浆果，其自身的木材也是非常的坚硬，是制作工具的绝佳材料。阿德要采集到足够的浆果。这种曼萨尼塔浆果烹煮的茶是难得的荒野美茶饮品之一，而且其制作的方法也简单，只需将浆果捣碎加水煮开即可。喝起来茶香浓郁，味道鲜甜。虽然风干牛肉只剩下了2片，但是不补充能量可是不行。而且接下来的搜寻新的庇护所可是极其耗费体力。阿德决定将最后一颗红薯吃掉，用来获得足够的体能。往火堆中撒入沙土，可以降低木炭的温度，这样不会将红薯烤焦。阿德一直坚持着，烘烤红薯的时间必须维持在半小时以上，这样烤制出来的红薯才叫地道，内在细嫩柔软，味道醇香。补充完体力，要探索一下周边的资源。一处土壤较暗的斜坡，这样的泥土中很有可能会存在着粘土。阿德必须要进行测试，稍微的向里深挖，取出的泥土用水浇湿，尽量用双手制作成泥砖的模样。潮湿的泥浆往往会吸引来很多昆虫，如果可以捕获，也是很好且富有营养的食物。砖块已经做好，这需要1到2天的干燥时间，届时才能够测试坚硬的程度。带上杜松树皮和采摘的果实，今天要离开峡谷前往平坦地带。一棵枯死的杜松树，而另外一棵却依然枝繁叶茂。前方的平整区域很适合搭建庇护所，毕竟可以就近提供大量的柴火以及遮阴处。况且昨天发现的陶土还需要再去查看，那里距离这里的距离却没有多远。挖出浅坑用于木柴的燃烧，再搜集一些石块，在边缘垒出一面墙用于避风搭建篝火。火是任何环境中野外生存的必需品。一棵枯死的杜松树树枝中已无半点水分，轻轻的一掰就可取下，非常容易收集。只不过不好的一点就是不规则的形状，不利于庇护所的搭建。在地面挖出深坑，以便于稳固庇护所的支柱。然而没有任何现代工具辅助的情况下，仅只挖掘了18厘米的深度，再往下的土已非常的坚硬，下方极有可能是粘土。想要在准确的位置切断树枝，也只能利用尖锐之物进行了。在固定好的支柱放上横梁，整个庇护所的整体都是干枯的树枝搭建，没有任何的捆扎和遮盖，只能够缩身侧躺和蹲在其中。阿德就将在这样的庇护所中度过寒冷的夜晚，一切都已准备完毕。然而接下来，阿德的决定将让自己身心俱疲。他决定演示如何手动旋转木棍，进行钻木取火。2块石头压住用于钻孔的木棒，底部放置1块木片用于接取钻出的火。如果火绒直接接触地面会瞬间熄灭，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双手来回的摩擦，使得钻孔的木棍快速的旋转。位于孔洞之中的木棍和木块摩擦生热，会慢慢的聚集热度，才可能点燃掉落的木柴。有时候钻木取火还会在孔洞之中放入少许的泥沙，如此一来可增加摩擦力。如果旋转的过程中逐渐升起烟雾，手臂的速度就必须加速加快，这会让肌肉异常的酸痛。即使是给的德爷也没有把握一定会取火成功。阿德的第一次就直接失败告终。在磨平木棍的尖头后再次尝试之后，已经逐渐有烟雾的产生了，不断的加速让阿德看到了希望。可惜一阵风直接将刚点燃的希望彻底熄灭。第3次的失败已经让阿德几乎绝望，内心的煎熬和体力的透支，不得不让他重新拿起弓形钻，利用鹿皮打造的皮条拉起来还算省力。随着速度的逐渐加快，腾起的烟雾也比之前多上许多，将点燃的火星包裹在松树皮中，小心翼翼地吹起。此时的阿德是多么希望手中的火绒能够快速燃起白雾，那将意味着生火希望大增。可惜天不遂人愿，由于松树皮并没有撕扯成条絮状，所以并没有被点燃。接连的失败的让阿德几乎陷入了崩溃。最后他决定改良一番，一根海绵状的丝兰花梗，它极其容易被点燃，
将火星移到花梗上，再用松树皮包裹住整根花梗，象征着明火的烟雾逐渐升起。终于成功了，这给了阿德足够的心理安慰。然而整个人却也被折腾得脏乱不堪。冉冉升起的火堆，一杯香甜的浆果茶，一轮宁静的弯月，今晚又将在寒冷中接受着自然的考验，一夜寒冷的煎熬。现在的他只想蜷缩在火堆旁取暖，然而食物的短缺不得不迫使阿德必须采取新的行动。携带的食物少得可怜，今天阿德必须找到食物。如果能不回答之前发现水域内的鱼，那绝对能摆脱困境。制作一套钓具是目前最好的捕鱼方法。戈壁中有很多带刺的仙人掌，可以将仙人掌的刺制作成简单的鱼钩，而这种大丝兰植物叶子中的纤维则可以被制作成坚固的鱼线。耗时耗力，花费2个小时的跋涉，阿德到达了这处沙漠中的绿洲，用石头将叶子捣碎，敲碎的果肉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皂素，是天然的肥皂，可以用于清洗自己或者衣物，而清洗掉果肉就能获得韧性很好的植物纤维。编织之前要将纤维一根一根的清理干净，随后再将其捻成绳索，这样制作出来的鱼线12斤以内的鱼都可以承受得住。碎头打造的刀片，这是阿德目前唯一可以用于切割的工具。一根小树可以作为最原始的钓竿，而钓鱼的鱼饵，阿德直接拿出了自己仅剩的一块风干牛肉，用剩余的鱼线将肉绑在鱼钩上。现有的条件下，阿德只能做出这样的捕鱼工具。虽然没有鱼漂，但是阿德打算直接采取路亚的方式，以此来钓取河中的鱼饵补充蛋白质，最合适他的首要的任务。然而这样的钓鱼方法似乎对于河鱼没有吸引力，虽然水中的鱼饵清晰可见，但是就是不上钩。阿德几十次的抛钩，竟然没有一条鱼儿上钩。阿德眼见着一条体型还不错的鳟鱼，从开始就一直在周边游荡，他决定尝试将鱼饵直接放到鱼的面前，想要看看送到鱼嘴的食物它吃不吃，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耐心的等待下，鱼终于有了第一次咬钩，可惜仙人掌刺制作的鱼钩实在是太差了，它还不足以破开鱼嘴的护甲。钓鱼宣告失败，意味着今晚将要在极度的饥饿中度过。溪流中的鱼可是不少，想必味道也是极好的，可惜阿德一条都没钓到，身体的能量补充看样子是希望不大了。阿德随后又进行了多次尝试，都没能够成功。看来阿德还需要继续研究下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能够有效地捕获溪流中的鱼了。饥饿将伴随着他整整一夜，况且还是在这种极其简易的庇护所内。如果明天依然捕获不到食物，那么接下来阿德将如何在野外生存下去，打造出自己的荒野小别墅，实现荒野大餐呢？请大家拭目以待，等待阿德的荒野求生终极，实现兔肉自由，打造人生小别墅。